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AD 的小江老师，我是阿乔，我乔老师，没有错，没有错，我本来想说没有错，我们今天就是来拜访乔老师，做出了一个重度旧化的萨克，暴力旧化，暴力旧化，哇！真的，我们以前做钢弹的时候啊，我们都是看那个教科书啊，然后就做得很干净，我们就一直往那个方向，非常努力的做到每一片一点点色差都没有，一点点色差都对，就是白的都白的，每一个都白的。你把渡边放到哪里？那不是也是教科书吗？Max 渡边是我们学完平喷以后第一次尝试这个光影涂装，有点常色，是，但是我们最多也就是只敢做到那个样子，很少做到这么重的程度。你这样讲我很惊讶，因为我没想到你们那么不喜欢暴力，那么爱和平。应该说和会好了。这个刚好可以聊一下，因为我们看了很多那个和会，觉得很漂亮。对。但是和会转过来呢，它就会给你一个很干净的官图，做好应该长这样。但是和会上它还是有一些旧化。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往干净的那个路线去做，从来没有想说把和会做出来。我这个也不算和会啦，也不是算做和会的方法，我这只是说，因为我人比较暴力，所以我做出来的东西也比较暴力。但是我因为做了这些暴力的东西以后，我变文明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听过一句话叫“做模型的孩子不会变坏”，那做模型的坏人会变成文明的。真的吗？你看我现在对不对？我只动口不动手。当你这样做了模型，你很用心的沉浸在这个模型的世界里的时候，你的暴力之气就会转移到他身上。所以他看起来很暴力。对，他慢慢方向变文明了。再慢慢由动手，对，最后变成动口。然后变成口模，最后变成脑模。现在基本上是脑模。我一拿到盒子以后，做完了，脑子里面有爽过就可以。对，这叫脑模。好，我觉得就是讲完这个观念上的差异，我们是很希望方丈介绍一下这个作品。我本身觉得萨克跟RX-78有点不太一样，RX-78应该是造型来讲比较秀气，对。但是萨克你看很男人，有没有很肌肉 powerful， 很粗犷，没错。所以我就会想用这个我们做军模坦克车的厚重感，对，来把它做这种很厚重的质感，来表现它的这种金属金属的厚重感。对，那基本上我用了很多种技巧，从头部开始各位可以看到它有一种铸造感，那种金属的铸造感。对，那很多人也都问，方丈你这个金属铸造感怎么做？当然我们要等小江老师来拍片的时候，我们来公布。我现在告诉各位，胶水，把胶水给它勾上去，有没有？对。你看我这后面很多东西啊，另外一个就是牙刷、胶水跟牙刷就可以做成这样。对，我跟你讲，这个是我们还会剪一个方丈教我们旧化5招的特辑。对，5招。对，这个是给你一个提示。以前我们最怕溢胶，你知道吗？胶水溢出来一点点，我们都快吓死了。那时候小江跟我讲，在 RF 的时候跟我讲，做模型你要把它打磨，基本都要磨得很光滑，对，平整，对，R 角，对，有没有？对不对？这个是要求，对不对？那我这不就0分了？没有啦，我们讲的是注料口跟模线那种东西。但那个都不要讲，到比赛的注料口还修不好。对，那个不行啊。这个东西其实大家以为很困难啊，其实就是很简单呐。我们用很简单的方法来做这个，就可以实现这样子。你是用补土啊？因为补土还要勾。对，胶水不用勾，直接给它弄下去，这个牙刷，哇，那头部就这么精彩了。那胸部，他是男的，这里做了什么啊？为什么它可以这么拟真啊？这些东西都跟它融合在一起。其实你要怎么做出这种金属的这种感觉呢？你可以去观察铁门的那个挖土机，它掉漆有些地方会碰撞会有掉漆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看它的颜色基本上它都是很厚重的黑铁色。但是我们模型是塑胶，要怎么表现呢？对，除了喷漆以外，我们还可以用铅笔，边缘线有点亮亮黑黑的，有没有？其实很简单，就是那种铅笔在边缘这样勾勒一下，它就会有那种好像摩擦，对，就是磨过那种光亮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很喜欢这个裙甲的这种，因为我目前就是我的逻辑上，我点掉漆或是感，你上次不是钢弹教我了嘛？那个，然后我就抖一抖，点一点，踏金身点上。对。但是我很喜欢有一些地方突然很重，这个是发生什么事情它会变？我是说自然的现象，它是你看那个挖土机在它那个下面的地方，对。常常会有这些，为什么？因为它那种所有水啊，什么乱七八糟都是滴在下面，最下缘，生锈集中在这里，然后日久了以后，那些漆会爆开，有没有？有些地方是这种摩擦的这种感觉，然后有些地方是 K 到的，对，你看那种刮痕，像这种都是撞到的。这个裙甲下面这里我超喜欢的，这个地方就是不会整片很均匀，都是只有一个单色，对。但是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用这种效果。那就是基本上是在这种边缘的地方啦，都在这种边缘比较下面的地方会比较重一点。我们用这种颜色的亮暗，制造出这种假的立体感，好像这边被刮到，其实它只有基本上原本的那个铸造感。那这个都是用画的吗？用画的，就是笔慢慢点，就是用点的啊，然后用了擦的啊，用了很多个颜色这样，很多颜色这样慢慢点。这个腿部这个黑色的装甲也处理得很特别，黑色是我们这个罩门。其实我偷偷告诉你，这个是塑胶底色。哎呦，你就是胶水弄完，然后塑胶底色，然后旁边边缘喷一下，喷比较深的颜色。这个是开启我们的涂装的新世界。这个都不能跟什么阿水啊，还有那个什么玉电馆馆长讲，因为这个很神奇，没有用漆。涂装最高境界，不涂。接着我蛮想听这个脚底板的处理，基本上还是那个塑胶灰色底色。为什么你的灰色底色可以有层次？因为灰色底色还是跟上面的处理方法一样，也是用胶水把塑造感弄出来。然后我们再用好了，就是帮下阿水，用它的烟熏色，就是先用烟熏色喷边缘，然后再亚克力颜料吸的那种深褐色，这边涂水，然后点上去，然后再拉下来，让它这样自然散开的。好奥妙的技法，也没有奥妙，就是看很随便，听都没有听过，好厉害，很随便。你看这种水痕有没有？它这边会有流水的那种痕迹。对，先涂一层水，然后让它自然这样卑鄙下流。因为我们都是倒酒的时候，类似这样啊，没有。还有一个，我现在看那个小腿，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方丈做了这么重度的旧化，但是它的彩度还是很高彩度一定要保持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你要做高光不要调白，你一调白它就会变成那种糙布的那种粉色但是呢，我跟一般的喷法倒过来，我先喷白，再浅的喷，你像这里有点橘黄色，对，然后再薄喷红色，就是利用混色的概念，但是是薄喷混色，色彩堆叠，对，慢慢把它叠出来，薄的喷它就会自然就会混色的效应。你看它的彩度是保持得很高的，对，因为都是薄喷，又很神奇，然后有些留的还是塑胶底色，真的这个境界太高了，游民很穷所以一点一滴的颜料都要省着用，很省这边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盾牌的部分。这个好像有在我们对当时技巧里面对，武道技巧里面，然后怎么去做这个洞？这个洞很有层次对啊，你看它那个还有翘起来。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一般我们也会挖这个洞，但是我们的洞不会看起来有这个薄度就是这个有点像飞机蒙皮的那种薄度，有没有？对，这个就是我运用做飞机被子弹打穿的那个技巧。这个在就现在旧化5招，卖个关子，点破了都不值钱，但是我就点破给你们。很多老师不要干我你们也可以学了以后可以去教课。这个武器也蛮特别的，这个武器是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呢？基本上没怎么处理没有处理，就是黑铁色，我先喷银色，对，再用黑铁色去盖，再用黑铁色去把一些阴影部分喷出来。大部分的人会喜欢所谓的，就是像 Max 渡边先喷暗的，对，再喷亮浅的，我都是反过来，都是反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先喷暗的，再喷亮的，拉不回来。
你先喷亮的，再喷暗的，不但保留明度、保留彩度，还可以把明暗的立体感做出来。真的很厉害。方丈，我来讲一个，如果是我们比赛作品，因为方丈这个是教学作例，如果是比赛作品，这个油压感我会。你不要说你，我自己也看不下去。我甚至不会做无缝，我甚至可能这整根我就用金属换掉，然后再用那个圈，这样就不会要补无缝。这要补无缝要花多少时间？笑。然后像这种我。讲实在啦，也不怕你们笑，我根本里面没有闹，因为我在外面花了很多时间，这已经涂了好几个月，快半年。其实如果真的要比赛的话，这里面都会喷啦，这里面都会做啦。这些地方我会拉管线。这样子的涂装等级的作品，如果又把机械内构那种纤细的东西拉出来，很恐怖哎。对，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往那个方向做看看。没有，但你要恭喜我一下，我这次用2只腿，我拿到参加奖。真的假的？我有参加 GVWC。你有领到那个名牌？我不知道，他还没寄。但是我没有被推荐。哇！就2只腿而已。那时候要煮来喷的时候，只有2只腿也可以参加比赛，没有关系嘛，就是参加一下好玩嘛，被推就被推。我记得这里印象深刻用笔刀直接就刮了。这感觉这装甲快裂开了，就是被刮到了，被撞到了。哇，我觉得这个技法的融合真的是要堆叠。如果只单纯画这一条会很奇怪，会很奇怪。对，我们常常在边缘点掉漆，对不对？比如点完掉漆以后，我还会再把红漆再补上去，压在掉漆面的上面，所以掉漆会沉下去，然后你会有觉得说那个红漆还是在上面的感觉。但是通常人家点完这种边缘掉漆以后，他就不管了。对，但其实细节你可以发现，这边都是红色的颜色是在上面，但是掉漆的部分是压下去，对，但实际上我也是笔涂了，但是我还会再做把红色颜料压上去的作品。哇，方丈这台作品真的是看得出来非常的用心。好，那我们现在花一点点时间呢，来好好欣赏这台作品。我今天有带了一个红牌的礼物给你，因为你这做半年多，快1年，然后我要孝敬我。对，太好了。我跟你讲，什么帝王蟹啦，和牛啦，那个都太粗俗了，而且太油不健康。针对哦。你这个表情也太好，我现在有点说不下去。我跟你讲，王子面在我心目中是最好吃的食物，排行榜第1名。我每次喝酒最想吃的就是王子面，所以我就把我最想吃的东西送给方丈。你看，而且这个是包装的，对。我很生气，你现在开给我吃。喝酒喜欢吃王子面，对。为什么喝酒前要吃东西？保护胃啊。是为了喝完以后有东西吐哦，知道吗？不是，好了，那真的很感谢方丈做这么好的作品分享给我们。你是不是开了一个？是啊，我开了一个频道，RF 台湾国际模型公开赛的官方频道。那大家记得赶快去订阅，要赶快订阅。还有啊，你们不要再挑我什么毛病，方丈这里没做，方丈那里没做，告诉你。
不要以为你挑了这几个毛病，就以为你很厉害，只是因为我们为了拍片，对，这就是一个教材，一个教学嘛。以为抓到方丈的缺点就见猎去欣喜，我这没有要比赛，我要比赛的话，我相信你也挑不出来。在播完这个我们 RF 官方毒舌频道以后，我们会有比较温馨的这个节目，台湾品牌的故事，台湾向前冲，对不对？台湾模型向前冲，小江老师来介绍我们 MAD 的心路历程。如果你要让一个人破产，就叫他去做模型事业。那看完这一次的这个节目，下一次呢，我们就会公布方丈的这个5招秘籍。那也不是什么秘籍，对我来说是。妈那个讲出来笑死啊！我们现在不讲，它就是秘密。不讲它是秘密，对，讲出来笑死，对不对？好，很简单啊。我们去吃王子面了，走了，拜拜。好，拜拜。